近年来，国际移民的规模大幅增加，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世界上估计有超过 2.8 亿人未居住在原籍国，其中 15% 的国际移民不满20岁， 73% 处于工作年龄段， 12% 为65岁以上。中国移民人数超过5000万，分布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东南亚和欧美居多。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悠久，早在10世纪就已经存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国门被迫打开，加上航运也比古代提高了不少。同时，殖民主义进入鼎盛时期，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殖民地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得华人人口开始较大规模地迁徙到世界各地。其中，以福建和广东为主的沿海地区的男性，因贫困开始离开家乡，到东南亚寻找就业机会，曾一度使东南亚部分地区男女性别比达到6:1。此外，由于美国加州淘金热，旧金山和加利福尼亚州在1800年代中期成为美国早期的目的地，许多人定居在旧金山，形成了最早的唐人街之一。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移民的目的地转移到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包括北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移民都是非技术工人，这一过程至今仍在不断发展。特别是1970年代开始的开放政策，导致了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变化。劳动力灵活性和私有化导致大量工人失业，无法被内部市场重新吸收。城乡流动、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富差距扩大，都是造成这种迁移的相关因素。中国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和高净值人士流出最多的国家。那么，哪些国家居住的海外华人较多呢？在韩国统计厅进行的人口调查报告中，韩国人口为5177万，其中外国人口为221万，占 4.3%， 中国人占外国人口的 42%，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是仅次于朝鲜族的第二大族群。韩国的华人分为华侨和新移民。华侨是1992年中国与韩国建交前就已在当地生活繁衍的华人，而新移民是建交后前往当地就学、就业及居留的华人。与一般海外华人来自广东及福建不同，韩国华人 95% 以上来自山东，其中先祖籍贯以烟台、青岛及威海居多。1961年，被韩国人视为现代化之父的前韩国总统朴正熙，为了发展韩国经济，开始实施不欢迎华侨政策，对华人经济的限制变本加厉。韩国政府为保护当地人的企业，曾设立外资限额，禁止华人从事房地产、外贸等多项行业，限制华人无论在韩国居住多久，都不准在政府、军队及大型企业任职。至2002年为止，韩国华人要到银行贷款，需付高出韩国人很多的利息，求职得不到公平待遇，购买手机亦需预付高额保证金。因为历史原因，同时也因为韩国入籍限制很严格，特别是对于出身汉族的华侨更严格，因此绝大多数华人没有韩国国籍和韩国身份证号码，仅持有外国人登陆证。华人于世界各地在经济上多有所成就，唯独韩国华侨的经济难以发展。1970年代尚有华侨10余万人的韩国，于1990年代大幅度的下滑至2万多人，其中多数移民至美国及加拿大，一部分于70、80年代前往台湾。留在韩国的，除了已经有相当的经济成就外，生活品质仅维持于小康。随着韩国积极开发中国大陆市场，有少数华侨从事导游或者翻译工作而居中受惠。2006年5月，韩国举行地方政府行政长官选举，首次让在当地有定居权并且合法居住满3年、年龄在19岁以上的外国人行使投票权。
韩国华人首次有了投票权，但依然不能选举国会议员。2013年，根据菲律宾参议院的记录，菲律宾人口中约有135万华裔，而具有华裔血统的菲律宾人则为2280万，约占菲律宾人口的20%。然而，目前的实际数字尚不清楚，因为菲律宾人口普查通常不考虑种族问题。菲律宾华人先祖约80%至90%来自中国福建闽南，约10%来自广东。其他省市为数不多。世界上最古老的唐人街位于马尼拉民沦落，成立于1594年12月8日。中非人民接触往来已有1000多年，但菲律宾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还没有发展出足以记事的文字，所以在这方面，菲律宾并无历史文献留存，但中国史书却有不少的记载。16世纪至19世纪，西班牙对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时期，华人先后遭到4次屠杀。尽管统治者对华侨无情的屠杀与迫害，坚忍的中国人仍旧在极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但每一次屠杀后，华侨的人数就骤然减少，而菲岛的经济也立即显现不良的后果。1898年至1946年，在美国殖民时期，华侨虽然受到美国移民的种种限制，但工商业却能获得充分的保障与发展，并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下获得充分的鼓励与保护。华侨在西班牙时代用血汗积成的一点基础，到这时才比较稳固。据统计，自1989年美西战争发生至1902年，菲律宾华侨人数约3万人。到1903年，华侨人口激增至10万人左右。就在这时候，美国殖民政府开始注意华侨人口的激增，因此引用美国本土限制中国移民的法案，限制菲律宾的华人移民。华人在菲律宾100年来的经济发展史上，一直扮演着先锋的角色，尤其是引进国外的技术、资本与生产设备，开创初期的农耕与手工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菲律宾曾长期掌控的经济活动日益受到华人商业影响力的支配。据估计，华裔控制着现代菲律宾经济的60%至70%，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大部分菲律宾华人是企业主，以家族企业为主。这些中小企业在菲律宾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菲律宾华人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节俭、辛勤工作及其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菲律宾华人社区已成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华人社区之一，但随着时间已发生演变，与其他东南亚华人有区别。在澳大利亚，华裔族群为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5.5%。大多数澳大利亚华人居住在澳洲东岸的大都市，包括悉尼和墨尔本。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0年代，有东方绅士之称的广州人麦世英被认为是第一个到达悉尼定居的华人。而后，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新南威尔斯州和维多利亚州分别发现大量金矿，尤其是维多利亚州掀起一股巨大的淘金热潮，有新金山之称的墨尔本引来大批中国矿工。截止到1857年，全澳有大约4万名华人矿工，而伴随着他们的后裔以及家属的移民，澳大利亚境内的华人人数在20世纪之前节节攀升。刚建立起的以白人为主的自治政府持排华态度，陆续制定出一系列限制中国人移民的法案。到1888年，所有澳大利亚殖民地不再接受中国移民。
第一任总理埃德蒙·巴顿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英国人跟中国人之间则不遵循这条原则。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1901年澳大利亚政府开始的白澳政策。这项政策被政府定为举国政策，包括华裔在内的多个少数族裔开始被官方以及政府排斥，使华人在官方废除白澳政策以前人数锐减，亦造成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的一个长时间的空白期。197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废除白澳政策后，华人的地位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体现在华人拥有优势的商业和学术领域，在政治领域亦是如此。其他族裔在近40年里对华人的贡献也有了充分的认同。华人的知识分子在医学、经济学、物理学等尖端学科中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进入21世纪后，以黄英贤和苏振熙为代表的华人政客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黄英贤曾任澳大利亚参议院的参议员，工党领袖吉拉德内阁的财务部长。她是澳大利亚政治史中第一位亚裔女性参议员以及第一位亚裔财务部长，现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苏振熙为墨尔本市的第一位华裔市长，在任期间施政卓越，获得了墨尔本市民的广泛认可，被评选为世界最佳市长。截至2021年，加拿大华人约为171万，占加拿大人口的 4.63%， 大多数集中在大多伦多和大温哥华地区。加拿大的第一个华人记录可以追溯到1788年，英国商人从澳门雇佣了大约70名中国木匠，木匠们的最终下落无人知晓。第二次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同意向外国输出中国苦力。当时的中国移民主要来自广东省台山县，他们为了躲避国内的贫穷和政治不稳定状况，当时卑诗省的飞沙河谷有个淘金潮，吸引了很多中国人和旧金山的华人。1880年，加拿大兴建太平洋铁路，铁路公司在广东省聘请了5000名工人，在加州聘请了7000名华人。到1881年底，最初的5000名华工当中，仅有约1500人生还。1885年华人移民法令的通过，授权加拿大政府向移民加拿大的华人收取人头税。当时华人是唯一一个被迫缴纳人头税的少数族裔。1923年，联邦自由党政府完全禁止了华人移民，华人自此成为加拿大唯一被拒的族裔。接下来的25年，越来越多的排华法规得到通过，大部分工作不接受华人，因此很多华人开始了自己的餐馆和洗衣店生意。大萧条时，华人的生活比其他加拿大人的生活要困难得多。在艾伯塔，加拿大华人领到的救济金不到其他加拿大人的一半。由于排华法案禁止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等华人地区的新移民，很多华人男性由于没有妻子儿女在身边，被迫独自面对一切困难。193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加拿大华人的男女比例为 12.4:1。为了抗议排华法案，加拿大华人每年都会在7月1日加拿大自治日时关闭店铺，抵制这个被他们称为羞辱日的节日。二战后，在撤销对华裔加拿大人的限制，并给予华裔平等的公民待遇这个问题上，加拿大政府十分缓慢。由于其在二战后签署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加拿大政府必须废除与宣言抵触的排华法案。1947年，华裔加拿大人终于获得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的权利，但此后20年，直到移民甄别过程采用计点法，华裔加拿大人才获得认可，与其他申请人使用同样的标准。多年来，华裔组织一直呼吁加拿大政府公开为过去的人头税道歉并赔偿。2006年6月，哈珀总理在加拿大国会就人头税和排华法案问题向华裔正式道歉，并宣布加拿大政府的象征性赔偿方案，
同时也为人头税停征后实施的排华法案表示最深切的悔过。哈珀总理用标准粤语说出道歉，让许多年龄较长、受过人头税之苦的华裔加拿大人潸然泪下。截至2012年，缅甸华人约为163万，约占缅甸人口的3%，但实际数字很可能更高。没有被统计在内的人包括混血人，在清朝因满清镇压而来到缅甸的汉族人后裔，许多为逃避缅族人歧视而瞒报身份的。自1990年代以来移居上缅甸的中国大陆新住民，据估计多达200万人，但由于缺乏可靠的人口普查，没有计算。缅甸华人是公认的中产阶级族群，在缅甸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很好的代表性。缅甸华人也在缅甸的商业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把持着缅甸经济，同时也积极融入缅甸当地主流文化。如今，大多数零售、批发和进口贸易由缅甸华人经营。举例来说，1985年在仰光唐人街开张的 Singay 连锁集团由客家人张林科创办。此外，缅甸5大商业银行中的4家，缅甸环球财富银行、诱买银行、缅甸五月花银行和亚洲财富银行由缅甸华人创办。缅甸华人虽然在经济上取得较大成功，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缅甸政府的严重压迫。华人中除了果敢华人以外，其民族身份基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此外，拥有华人血统的人在缅甸政治舞台上有很强的影响力，其中包括亲纽、奈温、山友等几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缅甸华人一般来自福建、广东和云南。闽粤两省的侨民多数居住于下缅甸，但因196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中期，长期受到缅甸政府的镇压以及对华校教育的打击，导致2000年以后出生的下缅甸的华人几乎丧失了中文能力。而上缅甸则不同，因长期的军阀混乱，又是少数民族族邦，缅甸政府无暇顾及，这也间接性地影响了上缅甸的华人文化得以保全。缅北华人的群居地与中国云南邻接，其中果敢、蒙文等华人拥有自己的武装与自治区，果敢华人更是高度自治，因此受益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一直对中文保持着语言及书写能力。大多数目前活跃于中缅两界的以云南人居多。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